这边整个立起来，这已经算是教科书等级，非常的紧绷。全运会对我来说，那个金牌是势在必的，结果没想到我断奖。你说滑的过程当中断奖了？对，我是在4强断奖，全部的人都在安慰我，我现在断奖。总比亚运断奖好吧？亚运铺陈，然后会拿金牌，我说怎么可能？结果真的就拿金牌了。这个就完全就是旧伤，要让它肉能够膨胀的话，一定要把它之前比较紧绷的地方彻底放掉。这个地方的技巧会比较难，是因为它这边是走骨盆，所以你必须要去借由你骨盆的骨缝处去卡你的反作用力。身体的伤，痧会知道。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再次来到刮痧会客室。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非常厉害的。其实我们已经在 IG 上呢互相追踪了好几年，而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我们之前台中大众的学员，蜻蜓激流的选手，而且他也是台湾地面亚运金牌的得主。更是台湾史上第一位蜻蜓获得奥运资格的选手，非常之厉害啊，优秀的啊！所以我今天特地出来这边要迎接他的到来。金牌来了，金牌来了，嗨，终于见面了。对啊，哦，好久不见了。我们上次好像应该是在大众的时候，对不对？对，没错。好，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点热，我们先进去我们桃园店好聊一下。好 ，Let's go。欢迎竹涵。你好。你好像比较含蓄。我是 I 人。猪排，你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杭州亚运的金牌。这一面非常得来不易的，毕竟蜻蜓激流大概发展20几年，在台湾才20几年哦。就是在台湾真的算非常冷门。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蜻蜓激流？蜻蜓激流的话，其实大家比较能知道的是泛舟。哦，泛舟，对，类似泛舟的东西，然后在溪里面，可是它是个人，它有18支到25支的标杆，它会有指定路线你要通过。那如果你碰到的话，就加2秒；如果你没过，就加50。然后看谁的时间越短，他就第一。所以你是在蜻蜓里面的激流，那蜻蜓还有其他的流派吗？有蜻蜓，还有蜻蜓竞速、蜻蜓水球、平静的水面。对，哦，然后就看谁滑得比较快，这样子。对，没错，那是竞速。对。那另外一个是蜻蜓水球，5对5，跟打篮球一样，可是它是边划船，然后边拿球，然后射门，好难哦。对，它除了要滑直之外，你还要控制球的方向，就应该也是很容易翻船吧？没错，而且这个运动是可以推人的。哦，它也可以推人。对，就是如果是撞人还是推人？撞人跟推人都是合法的。这个项目听起来是要比较长时间泡水。对。然后再来是脚，因为我看你们那个船好像都蛮闷热的。没错，就是坐久，因为我们通常一坐就要坐1个小时以上。如果在国外1个小时，但是在国内训练时间就会拉长2个小时，同一个姿势一直维持在里面。OK，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桨，因为你要一直拿着，是这样拿还是这样拿？这样拿。哦，这样子拿。对，所以其实你的手、你的肩颈感觉起来是比较紧绷一点的。其实全身都在用力，全身都在用力，连脚在船里面都是需要用力。平常在台湾你都是在哪里训练？如果在激流里面的话，就有南投水里溪，那还有宜兰安农溪。还有宜兰，对。可是台湾是不是没有到那么的正规、那么好的场地？没错，就是现在没有，但是因为今年有世壮运嘛，所以它有盖一个新的人工激流场地，然后这次世壮运会启用。哦，真是太好了！所以等于说过去20几年来，其实一直到2025年才有一个比较好的场地。对，就是还有一个比较有一个正规场地这样。对，然后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个金牌，非常的敬佩。那身体除了你刚刚讲全身会用力以外，有没有什么伤害你希望我今天帮你处理的？一般我们滑蜻蜓激流啊，肩膀的伤一定承受的力量会比较多。以前练的时候就是有脱臼过，以前不会滑，然后肌力也不足，对，然后就是要跟水流做对抗，对，然后有时候是不小心翻船撑到，或是插在水面然后被拉走。哇，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挂一下您的腋下如何？它蛮痛的。好，那我们就上去开刮咯。好，那我们现在让我们的猪排换好我们的刮痧袍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身体的状况。脖子的部分这边非常的紧绷哦，而且一路就是到头皮这边整个立起来，这已经算是教科书等级了。它的背是比较拱的，
因为包含要用桨所以那个胸大肌其实用很多。那胸大肌用越多，它就会比较容易圆肩专项的伤害，嘿，没法度啦。所以等一下刮这边可能会很痛，我有心理准备了。有心理准备，好。那我刚刚有稍微捏了一下。在小手臂的部分，我觉得有一点硬，就是它已经不是紧它是硬。你帮我做一下你平常划船的动作好不好？这样，就你会发现它的前臂这个肌肉曲线非常的明显。然后这边的话，一定要帮它放掉，因为如果说它这个地方太硬，那它的手臂会僵在那边，动作会卡住，刮手很痛。今天应该没有不痛的地方。好，你之前也学过大重嘛，对不对？对，没错。能想象到底有多痛了。好，那我要开始咯，先涂一点油，从头皮开始往下顺刮，还不错，轻轻一刮就出来，还可以吗？还可以。好。然后通常选手疼痛感会比较强一点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肌肉神经的反射比较好，这里非常的紧绷，这里非常的痛。而且你这样已经很久了，是属于那种昏昏欲睡，但是睡的时候又很浅眠的那一种。我们刚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我就看见到他的那个眼睛水泡泡的。现在看起来有比较清澈的感觉，会不会太快了？然后你比较不一样的是，你流的汗偏多，然后是凉的。凉的又跟我们一般讲的冷汗是不一样，因为冷汗是有点冰的，但你只是那个很像一般的那种自来水的温度。泡水泡太久吗？会，因为毕竟泡水泡很久的话，皮肤会皱皱的这样子嘛，对吧？其实它也算是一种身体的影响，这样还可以吗？可以，好，还行哈，可以。好，那我要开始问你问题了。第一个问题，请问你从几岁的时候开始练蜻蜓呢？12岁。12岁，小6的年纪。对，小6。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刚好有一个学长到我们的小学来推广蜻蜓，我原本是学校拔河队就校队，觉得这个运动就是真的很特殊，也在外面就是你想要花钱玩也玩不到，然后加上我又自己也很爱玩水。你本来就很爱玩水。对，小的时候奶奶以前有带我去练游泳。你奶奶也是运动健将吗？不是，她就是因为她以前她双脚膝盖都开刀，然后医生就是跟她讲说可以去游泳做复健。对，水疗，因为它会有浮力，所以这边也蛮推荐给就是有开过膝关节置换或者是有任何开刀的人去水中做复健。然后加上我爸妈都不会游泳，你爸妈都不会游泳？都不会，所以他觉得他的小孩一定要会，至少3个人里面要有一个会自救。这样才不会那种3个人掉到水里面，对，然后3个，对，就是暑假寒假不管什么时候，我可以从早上很早就去游泳池，然后泡到晚上4、5点再回家那种。哇，就整天都在游泳池里面，我是那个值回票价的那个，我可以玩很久。真的这个是我们的过敏纱。在它的右侧这边也有一颗，然后这边也有，所以你那个时候12岁就已经开始练蜻蜓了。对，那蜻蜓一开始要练要怎么练？一开始我们在游泳池里面练，然后就是先教怎么滑直，然后再教，因为蜻蜓有很多种嘛，所以小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有练，然后就什么项目都要玩，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泳池。不然就是说我们会上日月潭去练蜻蜓竞速这样子。好酷哦！所以对于你来讲，你就是完全可以徜徉在水里面，就一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那你这样一路练，你都很开心吗？你一开始练一定是开心，然后等有成绩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运动好像有点在上班打卡的感觉，好像找不到当初为什么要来划船。我就是有遇到这个瓶颈过，然后。这刚好我因为自己是教练嘛，所以有回去带小朋友，所以就从他们身上看到我当初的那种初衷。那当你开始彷徨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我比完东京奥运的时候那就很大了对，所以你中间其实都还好，就中间都其实还蛮快乐的就是除了没有第1名之外，那个心情也可以很快就调试回来。可是就是东京奥运完之后，真的蛮彷徨，就是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运动。2021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也过了20几年了可是那个是我真的第一次静下心来思考要不要继续这个运动。是因为你已经到了奥运最高殿堂吗？因为大部分选手追求的其实就是奥运。对，如果我想要在这个运动里面更好的话，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
更好，因为环境嘛，我们在台湾没有，那时候没有场地，就是天然场地，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已经当教练了，所以就想说，不然已经有工作了，对，不然我就不要练，回去教小朋友。因为其实选手最难的是，好，我练了一辈子的这项技能，我除了当教练以外，我当老师以外，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转换到其他的职业场上运用的。没错，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后来是因为刚好有遇到心理治疗师，重新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又在小朋友身上看到当初的初衷，很多契机加在一起，让我想要继续下去。所以小朋友会让你发现，其实我们不见得要追求那个名次。对，有的时候我参加这个比赛是，对我发现不足，那我至少有个方向可以去努力。那在那个諮商师跟你说的部分呢，他给你什么启发？他一开始是先让我面对，就是冬奥的失败嘛，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冬奥对我来讲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你当初是给什么样的目标？就是进准决赛，然后那个其实对我来讲其实还蛮失落的，所以那时候是先面对挫折，然后从挫折中走出来，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目标。我觉得奥运最难的地方是它4年一次，那在有限的寿命里面拿那么多4年，拿那么多黄金期。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第一次去，我还在适应我的心态，然后我的技术根本没办法发挥，比赛就结束了。对，很多选手第一次其实都是蛮失落的，但你们已经披着就是我们的国旗，我们的全部人民的荣耀上战场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很 respect、很敬佩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沙土，现在全部都热了，整个都很像在烧。那以它的沙土上来看的话，这边全部都偏向燥热沙，旁边有白白的那个晒斑，在沙土里面也算是比较偏过敏的沙土。脖子的部分的话，沙土也是比较满，就是这边沙土也偏重，然后现在刮应该就比较舒服了吧？没那么痛了。在下面的部分的话，脊椎本身从沙土上来看，这边的脊椎没有到那么的正。来，你做一下那个滑的动作，就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刚好这边沙土所弯曲的地方，就会是它这个惯项常使用动作。好，所以这个都会是在我们在处理专项选手上面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我在这边在肩胛骨再往下刮，现在这边都是汗耶。对，我也一直觉得我在流汗。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你那个流完汗之后你会比较清爽？有，刮掉之后人才不会好像一直泡在水里。那你当时还有问其他的人吗？那时候其实有问过魏教练，他是跟我讲说他觉得我可以再继续，其实还没有到退休或是不能滑的地步。他怎么去判断这件事的？因为他觉得我们才刚起步而已，才正式投入在这个训练里面。对他们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很白的白纸。对，所以某种程度上，选手也算是一种幸福，就是可以真的从小练到大。那后来在第一次比奥运跟第二次比奥运，你的心态上有不同，成熟许多。就是在面对赛事的时候不会那么的紧张。真的比较能沉着稳重的去面对。失落感其实还是有，因为第二趟也没有滑到那么好，至少我在第一趟有把我那时候想要做的技术或是动作表现出来，是有进步的。对，我觉得运动员永远就都不满足，就是除非你拿了金牌才会有满足感，所以一直都会觉得很失落。我觉得每一次大比赛比完都会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我问了又更多人问完大家就是说你还是继续啊，时间到了你就知道该退休了。因为以身体素质来讲是真的还不错。蜻蜓最老可以比到几岁？蜻蜓级有现在40几岁的还有在比，所以等于说你差不多还有10年。如果是以国外的欧美选手来讲，应该是欧美选手可能10年。对，所以确实，如果以一个10年的一个生命历程来讲，好像只是刚开始的感觉而已。对，因为毕竟现在那个2025年，我们台湾第一个蜻蜓激流国际赛道才刚盖好。对。可能还需要一个大学姐在那边扛下，好像家里面也有人跟你一样投入这个专项，对不对？
对我表弟吴少学，他也是台湾算男子轻体激流第一个拿到奥运资格的人，非常厉害。那在这么多赛事当中，有没有让你最印象深刻？全运会，全运会台湾的，对，因为他在亚运前，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检验吧，对我来讲，就是体能上面的检验，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是激流，对我来说那个金牌是势在必得，因为毕竟是国手，对，然后又奥运资格，对，结果没想到我断桨。你说滑的过程当中断桨了？对，我是在4强断桨，铜牌战的时候，我的另外一只桨也脱胶，所以也不能用，所以我跑去跟对手借桨。那对手有借你吗？有，他人很好，就是还不错的朋友，所以他后来有借我他的桨。全部的人都在安慰我，所有认识的朋友都跟我讲说，现在断桨总比亚运断桨好吧？我那时候真的是大概哭了1整晚吧。没办法接受，你说真的哎，不是你说实力输别人那就算了，就是或自己失误就算了，对，就是器材上面的问题。就有人跟我讲说，现在搞不好就是为了你亚运铺陈，然后才会拿金牌。我说怎么可能？结果真的就拿金牌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 ，OK， 我现在腰的部分啊，我剩最后一里路，你让我稍微这边刮一下下，会有点痛。比较有断点的其实是这一个地方，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这边的旋转做比较，对，你完全是靠这边的腰椎在旋转，所以这边反而是有杀的断点。那至于旁边的话，这个地方是比较痛。我刚刚在刮的时候，我有感觉到，而且这一块会全黑，然后这边好像这边有个圆圆的这个就是它有点咕溜咕溜。你这边有大拉伤过吗？这里有以前帮你涂一点柔伤，肌肉好像没有完全修复好，它其实在这边。它直接长一颗东西在那边，头痛。好，稍微再刮一下下就好了。上面这块肉比较没有那么饱满，因为它的肌肉其实是壮的，这边是壮的，但是上面这块是有点凹下去的感觉。这个就完全就是旧伤了，这真的没办法。如果说要让它肉能够膨胀的话，一定要把它之前比较紧绷的地方彻底放掉。这个地方的技巧会比较难，是因为它这边是走骨盆。所以你必须要去借由你骨盆的骨缝处去卡你的反作用力。那如果有想要学的话呢，大家再来上专研。朱海其实之前有上过我们台中大众，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上？我蛮喜欢被刮痧的，然后想说自己又是教练，如果有时候选手没有防护员在旁边，我也可以就是帮忙处理，或是平常练太累的时候，我可以帮忙放松。很有爱耶！我们确实有蛮多的教练，包括我最近还去参加一个全国的教练研习，然后我去教课，然后就遇到蛮多就是体育老师的，很敬佩我之前的教练。他就是真的做了很多事，甚至他自己掏腰包，然后帮我们请外国教练。他掏腰包哦。对，轻艇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冷门、非常小众的项目。然后以前的运动也没有，就是运动的资源没那么的丰富。对，所以他只能自己掏腰包。我看到的真的很多都是为选手非常非常用心，他真的是把选手当成自己的小孩在照顾。没错，他甚至陪选手的时间都比陪自己家人还多。对，你会发现他现在刮完之后，这边的凹很明显。但这边是蓬的，这边完全充血。那这个我已经帮你处理掉啊，接下来就是要让它好好退痧。这个肌肉啊，非常的精实，黑朱砂加结晶砂直接出来。这真的会跳起来。我们通常手是心肺的延伸，你这边会觉得非常的痛，是因为你这边已经停很久，这边直接一颗结晶砂出来，这也是比较罕见，这要手部操作很多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